哦，苹果发表会要来了。好，过完年又快到了3月，大家有没有什么减肥的方式可以分享？过完年总是会胖很多。OK， 我们就讲到3月后，这个时候就是苹果每一年很有可能，基本上几率非常大会有产品发表会的时候。那去年这个时间点啊，因为接近疫情，所以去年那个时间没有。可是其实在4月的时候，我们看到 iPhone SE 的第2代啊，还有 iPad Pro 都有更新，所以虽然没有直接的产品发表会，可是都还是有新的产品出来啊。那其实去年疫情的关系，苹果也迅速的做出调整后，因为从去年的 WWDC 开始转为线上预录的发表会。那因为是线上的发表会，苹果不用请媒体实际到场。那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底的产品发表会，苹果切割为3次，他们把 Apple Watch 跟 iPad Air 绑在一起，然后 iPhone 12独立一个，那后来的 M1 的 Mac 又自己独立一个出来，所以去年真的是熬夜了非常多次哦。那以现实面看来的话，我觉得苹果这种方式其实或许也是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啦。那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呢，我们看到这种把产品分为3个周期发表的时候，其实在9月、10月、11月都大大拉长苹果产品的讨论的热度。那其实从9月开始就是美国一个最大的消费旺季，那以这种方式让苹果品牌讨论的热度一直维持在一个高点，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不好的方式啊。我觉得某方面有可能会是苹果意外的收获。那至少在我自己这边的流量看起来，苹果这种切割为3次的方式，我都可以看到它的流量红利其实是比以往都还要好的。那但虽然说 iPhone 12的延期啊，切割为2次上市也可能是一个因素啦，但如果苹果内部收集到的数据也跟我这边得到差不多的话，或许苹果将来也会对他们产品发表策略有一些调整。毕竟哪个品牌并不希望自己的这些品牌流量红利可以拉得越长越好，这也是非常现实。所以啊，不知道今年的发表会要拆成几个，我要熬夜几次。好，那现在关于3月的发表会传出的消息很多啊，那可能也因为真的累积了太多产品应该发表。那甚至是有一些已经有实体测试机啊、间谍照啊，这些产品的照片都有出来，那只是对确切的发表日期不太确定。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讲吧。首先 iPad Pro 2021，好，那去年 iPad Air 发表之后，造成了 iPad Pro 的地位有一点点小尴尬。那虽然说在多核啊还有 GPU 的表现上面还是有点差距，但是价钱真的也差了不少，加上 iPad Air 同时也支援 Apple Pencil 2代啊、Magic Keyboard 啊，那其他硬体上面规格的差距，像是120Hz 啊、立体声啊这些东西，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都不是那么必要。那尤其是很多使用 iPad 的学生族群后，那所以 iPad Pro 的更新也是很多人期待的。那目前我们知道可能的规格是新的 iPad Pro 可能会有 Mini LED 的设计，那维持会有 120Hz ProMotion 的萤幕，那在萤幕的水准上面会升级到 HDR Plus， 那里面的处理器呢可能会是接近 M1 等级的，或是超越的 A14X， 那它的记忆体会一致性的有6个 GB 的记忆体，那设计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啊。那目前比较有争议的一点就是会不会有 Touch ID 在上面，那 Touch ID 这一点有人说会在萤幕下，有人说会像在 iPad Air 那样子，在它的开关按钮上，那甚至其实如果有 Face ID 的话，是不是要跟 Touch ID 同时存在？关于这一点，我想看看你们大家怎么想。OK， 那再来是 AirTag 啊，那 AirTag 就是类似它有这样的一个追踪装置啊。那现在三星也有类似的 Galaxy Tag。那关于这个装置使用方式，我以前也做过一支影片，比较细节的去讲过，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那我觉得以苹果产品的普及度来说啊，或许它的实用性相对来讲会再更高了一点，但多多少少也增加一些隐私的疑虑。可是这个产品也讲了很多年了啦，我目前对它的想法就是快点出一出吧，我想看看苹果对这些问题啊，或是对这个产品的定位，它要怎么去达到跟其他厂商目前所现有的产品达到区隔。那或是说，其实这个 AirTag 有更好的使用方式，我们目前都还没有想象到。更尤其里面又有 U1 的晶片在里面的时候，它有没有什么更有创意的使用方式，我都还蛮想知道的。好，那再来最重要的可能就是 iPhone SE 3代齁。那这个先前有一支专门的影片有讲更多的细节啦。那关于这个 SE 3，我觉得如果是今年会发表的话，那它也应该就是在3月发表啊。可是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其实是非常的不确定。那其实我有更多的观众可能有私讯我，那我也在跟其他的来源去交叉比对。那我目前结论下来就是，第一，他们对上市的时间都非常不确定，甚至有是在开发端的人都还没有办法跟我确定这一点。那第二，连对硬体的规格都有不一样的说法，这个是在去年其实是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所以这样我觉得讨论起来的话，我的结论就是，除非
苹果今年就是不会出这个产品，这个是第一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苹果真的对消息的这个控管比先前进步了非常多。那其实 iPhone SE 3或是甚至去年 SE 2这个产品，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非常需要严格控管它消息的一个产品，因为你说一个平价的机种配上一个最新的处理器，如果这样的消息太早走漏的话，绝对是会打击到 iPhone 12的销量，或者甚至是冲击到现在 iPhone SE 第2代的销量。那关于这个更多的分析，可以去看那支影片，我这边就还有其他产品要讲，就先不多去讲了。那我目前有得到更多的消息，有很多一个共同讲到的点，就是 Touch ID， 但是光这一点 Touch ID 每一个来源都没有办法跟我100%的确认，这个也是非常的诡调齁。那所以我会再继续追踪这类的消息，或是你们有更多的想要私讯我，都欢迎私讯到这边。那如果我有得到更多交叉比对完后更确认的消息，再回来跟大家说。再来就是 Apple TV， 那这个也是和 AirTag 一样，一个在去年就谣传3月会出来的产品。那 Apple TV 当然就不是一个全新的产品，像 AirTag 那样啦。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差不多一个时候，苹果要思考这个 Apple TV 产品要怎么重新去规划它的定位。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它的遥控器也是很多人诟病的地方。那苹果如果想在内容市场里面更进一步，尤其现在面对各家媒体都进军这个订阅制的内容，那甚至有相互结盟的这种趋势。那苹果当然自己是有自己硬体啊这些生态链的优势，可是某一个层面来说，也可能是其他内容商结盟起来的最大一个假想敌。那我个人认为，苹果最该利用就是他们生态链内的既有优势。那虽然说现在很多其他电视都开始有整合 Apple TV App 在里面，那至于说到其他附加内容的完整度，那其实就像是苹果再也会投入更多的 Apple Arcade， 都还是需要一个更高规格的硬体，真正的 Apple TV 主机。而且目前也都有传闻说，苹果投入了不少资源在电竞的市场。那这个以目前来讲的 Apple TV A10X 的这个晶片，其实基本上是完全不够用啊。那就算不讲电竞啊，讲其他更高等级的 HDR 影片规格，那我觉得也差不多是时候苹果要更新啊，调整一下 Apple TV 的定位了。那我这边的问题就是想问大家对以上的产品最期待的是哪一项？那我这边提到就是 iPad Pro 嘛，然后 AirTag、iPhone SE 3代，还有 Apple TV。那大概这几样，还是你们觉得说有什么其他的产品会在这个时候出来，都可以在下面分享。那这些产品里面，你们最期待或是真的会去购买的是哪一样，或是哪几样产品，都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们对这些以上的消息有什么更多的细节啊，想要跟我分享的话，都可以在 Twitter 还有 Instagram 私讯我。好，那今天的影片大致上就这样。喜欢的话，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